结婚1年多，我发现原本温柔的老公逐渐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在一次回老家看婆婆的路上，我们发生了一段争吵，他却直接将我放在高速公路上，丝毫不管外面正在下雨的天色，也因此我彻底对他失望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孩子是我一个人就能生出来的吗？医生说了我没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去检查？我有些烦躁地揉了揉头发，只觉得心里都是委屈。而旁边的老公在听到这话以后，直接大力地按了好几下喇叭，随后他居然直接靠边停车，从我车上滚下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，结果他居然直接伸手把我的安全带解了，强行将我推了出去。本来我并不相信他会把我扔在高速公路上，半推半就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站在了地上。而他在看见我下去以后，直接毫不犹豫地把车门一关，立刻一脚油门离开了。车子的离开掀起了一阵冷风，让我忍不住抱紧了双臂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冰冷的雨落在我的身上，我才对刚刚的事情有了实感。我和老公李强结婚1年多了，因为我们年龄都不算太小，结婚以后就开始了备孕，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都1年了，还是没有怀上。我们最近频繁的因为这件事情吵架，甚至我还因为吵得太频繁怀疑自己。前段时间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，但是在医生那里我并没有被查出任何的问题。再加上李强最近总是时不时地把这件事怪在我的身上，我也忍不住来了脾气。刚刚在车上本来就是被吵醒了，我稍微有点暴躁，谁知道现在他居然毫不犹豫地就把我自己扔在了高速公路上。死男人！我忍不住怒骂道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雨下得更大了，我身上只穿了单薄的裙子，被推下来的时候，甚至连手机都没来得及拿。此时的我孤零零地站在这个偏僻的高速公路上，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旁边一辆又一辆的车子疾驰而过，我本来想求救，但是他们都开得太快了，大概也是怕我讹人，所以根本不敢停留，在原地待了快10分钟。我走去了来时候的路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刚刚被吵醒的时候，那里有个收费站，应该离得不是很远。我真是眼瞎了，才会嫁给这种人。伴随着雨势的加大，风雨不停地往我身上打来，眼睛都因为不停倒落的雨水而难以睁开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这场大雨彻底浇灭了我对李强的幻想。如果说之前我还能把他的暴躁归结于一直想要孩子，但是现在呢，他的所作所为早就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人的范围。脑子里想着过去我跟他的点点滴滴，心里的情绪逐渐变得释然起来。我不知道在那条高速公路上走了多久，只是在我的意识马上就要消失的时候，终于看见了前面停着的警车。我的孩子啊，他怎么就那么狠心呢？当初说了不让你嫁，你觉得爸妈在害你，现在怎么就过成这样了？我妈看见我醒了，忍不住在旁边就抹起了眼泪。往常因为工作节奏太快，压力过大，生活的重担让我喘不过气来，哪怕是在父母这边，我听到的大多数也是指责，所以后面一和妈妈说话，我就忍不住开始烦躁。而且如今听到妈妈哭着的话，我却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，反而也忍不住热泪盈眶。妈，我哭着叫道，眼看着我们母女2人抱成一团，我爸在旁边也忍不住红了眼眶。而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，李强正和他的亲妈李红梅
坐在一起面面相觑。他是不是丢了？怎么现在还没回来？一个女人可不便宜呀。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在大山的深处，而李红梅这个中年妇女，因为早年丧夫，中年时哪怕儿子在外面买车买房，也要为了名节不肯离开山村。听到这话，李强有些烦躁地看了好几眼外面，心里忍不住骂了好几句。他明明认识路，肯定就是不想过来，想让我去低头认错。切，哪怕话是这样说，李强后面还是时不时在院子里看着外面。只是他忘了一件事情，那个地方虽然离下高速的地方很近，但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体力，再加上我都没记过路，当然不可能找到他们家。因为这次的事情，我内心觉得一定要多陪陪父母。毕竟那天如果我在高速上出现什么意外，那我的父母后半辈子就真的孤苦无依了。所以我一咬牙，干脆直接请了半个月的假，准备在家好好的陪陪父母，顺便解决一下离婚的事情。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？跟我玩失踪很有意思吗？刚打开家门，一个杯子迎面就砸得过来了，伴随着杯子破裂的声音，我抬起头看了过去，李强正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一脸暴躁地看着我。只是他的表情才发现我后面还跟着父母的时候，因为来不及变化而显得有些可笑。当初不是你把我扔在高速公路上的吗？我今天回来是收拾东西。李强，我们离婚吧。我用了自己这辈子最平静的语气说出这句话，也自我觉得在这段婚姻里我并没有做错过什么。只是李强在听完我的话以后，面色顿时古怪起来。李圆圆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听着他质问的话，我毫不在意地点了点头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妈在旁边看不下去了，干脆直接站在我的前面，挡住李强照过来的视线。当初我把女儿好端端的嫁给你，可不是为了让你这么欺负她的。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坏事儿？呵，她一个女人连孩子都生不出来，我没打她就不错了，难不成还让我把她当祖宗一样供起来吗？原本还想伪装的李强，在这个时候终于撕下了自己脸上的面具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忍不住一阵心寒，而我妈也被气得捂住了胸口，大口地喘气起来。看见这种情况，我就知道李强这个人对我父母的尊敬也没有了。如果父母继续待在这里，也只会徒增父母的伤心。所以我转过身和父母说了2句，让他们先出去。等到房门再次关上，我才转过身，尽量心平气和地和他谈。房子我们一人一半，存款也对半分，我绝对不占你1毛钱的便宜。我把自己的条件摆出来，希望他可以不要那么固执。但事实终究和我想的有了差距。李强不屑地冷哼一声，都不拿正眼看我，直接转身坐到沙发上，打开了电视，接着又眼睁睁地把音量调到最大，像是在逼我离开一样。我感觉自己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无能为力的透明人，窒息的感觉像那天被扔在高速公路上一样，缓缓地包裹了我。眼前的东西开始变换，就在我近乎窒息的时候，李强忽然带着浓重恶意的笑回头看我，想离婚，除非你死。他这句话彻底地唤回了我的理智，原本如窒息的感觉如潮水般退去，我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清醒。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虚伪贪婪又愚昧的人，根本不值得我怎么样。想清以后折磨的人就不是自己，而是对方。如果你实在不同意，那我们就法院见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就大大方方地转身离开了这个房间，带着父母离开了这里。哪怕是到了家，
我还是能感觉到父母欲言又止的眼神落在我的身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情去安慰他们，只是在回家以后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当初我爸和我妈结婚1年以后就怀上了我，也是在生我的时候，我妈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，所以我是家里的独生女。这些年，父母在我身上倾注的爱并不算少，所以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会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就爱上李强？人的天性就是想吃苦吗？这个想法萦绕在我的脑海里，我想了一天一夜都没想明白，直到律师给我发来了拟好的离婚协议，又取证了其他关键的信息，我忽然发现有很多衣服我都没有拿出来。在家犹豫了2个小时，我才想起来，就在我们去婆婆家的前2个小时，家里才安装了监控，而其中一个软件正好在我的手机上。想着为了不碰上尴尬，所以我干脆打开监控，想看看李强到底有没有在家。要是他没在家，我就去把我的东西拿回来。只是监控才刚打开，我就发现了一个极其辣眼睛的事情。客厅里，李强正浑身赤裸地抱着另外一个赤裸的男人，他们狂热地拥抱亲吻对方，像是要把对方融入骨髓一样。但这还不是最让我惊讶的，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和李强拥抱接吻的那个人居然是一个男人。这个发现让我的身体立刻就起了反应，一种反胃的感觉让我忍不住冲到卫生间吐了起来。李强居然是一个同性恋，这个认知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大脑，让我对他从前所有的印象都化为飞灰。其实我很想冲到他家质问他，既然他是一个同性恋，为什么要和我结婚？又为什么要和我生下一个孩子？这2个疑问不断地在我的心里盘旋，让我逐渐有些崩溃。我难以接受地蹲了下去，而手机上监控的画面还在不断的变化，无数的污言秽语从里面传了出来。我也终于在他们的对话里拼凑出了真相。原来李强当初和我相亲，并且我们结婚只是因为他想要一个孩子，只是因为婆婆想要一个孩子，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已经整整1年了，我还没怀上孩子。现在李强的那个男朋友已经有些着急了，最近开始不断地给李强施压，如果我生不了孩子，就必须和我离婚，而且哪怕离婚，也要分走我的大半财产。我听着他们的图谋，忍不住觉得心里发寒。这件事情之前，我还以为他不愿意离婚，只是因为不想分开，或者有金钱方面的关系。但是我万万没想过，居然是因为这个。李强在卫生间里会忍不住压抑的，带着些仇恨的喊出了他的名字。再次从卫生间出来以后，我立刻就开车去了原本的小区楼下。等到监控画面里的那个男人终于从家里离开，我才走进了楼道里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那个男人坐的恰好是我等的电梯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我早就做好了摊牌的打算，所以并不避讳地盯着他的脸，仔细地去打量他这个人。而这个男人估计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大大方方地看他，留下讽刺的笑，以后就离开了这里。我开门进去的时候，客厅里还是污秽的画面，一股浓重的味道让我忍不住后退半步，又站在了门口的位置。你又回来干什么？听到动静，李强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嗤笑着看着我。我来看看你和男人怎么生孩子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抬起头去看李强的神色，只见他因为听到这句话而面色难看至极，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却没有什么多余的心思和他在这里打太极，直接就把知道的一切都说了。等到我说完一切以后，李强明显不淡定了，钱全部都归我，
房子我们一人一半，你的车子也归我，不然。我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了一眼客厅的监控，之后才又转过头来看他。李强明显不太愿意的样子，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说话。而我知道他有体面的工作，有成熟的圈子，如果骗婚生子的事情被爆出去，他就没脸再混了。果然，2分钟后，他僵硬地点了点头，只是眼神明显还是不太服气的样子。事已至此，这件事情终于算是告一段落。只要他同意离婚，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懒得再待在这里看这种傻逼的画面，我直接就想离开。只是在马上走的时候，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情：如果1个月后我拿不到离婚证，你就应该想一下这段视频会出现在哪儿了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舒服地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其实在刚发现他骗了我以后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想把视频放出去，让他身败名裂。但是我需要拿东西跟他谈判，需要离婚，一切事情都要等到离婚以后再说。如果他真的乖乖听我的话，那我就不会把视频放出去。兔子逼急了是会咬人的，他这种人最在乎自己的面子。要是真的身败名裂，我不能拿我和我的家人打赌。后面的手续办得很快，李强也并不想让视频流出去，所以一切都配合得很积极。1个月后，我成功地拿到了离婚证，家里的房子被卖掉，我拿到了100万的卖房钱，而他的车子也被我给卖掉，换了5万块，再加上家里原本的存款，我现在也算是一个小富婆了。从离婚开始，我就没想过再结婚，自然也没有什么买房的打算。后半辈子我就准备和父母住在一起，而这笔钱就当是留下来的养老钱，起码不能让父母后半辈子因为钱的事情发愁。想好一切以后，我就把钱存进了银行，准备吃利息。工作那边，我找了一个新工作，哪怕工资减少了一点，但是好在时间宽裕，我有空回家陪父母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。就在我以为生活会重新回到正轨的时候，有的人偏偏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要闹起来。这天我还正在上班，邻居张阿姨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让我去市中心的医院。听着对面张阿姨焦急的声音，我感觉自己的心都漏跳了一拍。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到了医院。看着坐在手术门口的我爸，再看看坐在我爸对面的李强，我的脑子里顿时就猜测到了什么。为什么没有处理好你妈的事情？为什么让你妈上门去闹？你知不知道我妈有病不能生气的？和李强一起站在楼梯间，哪怕已经尽量克制了脾气，我还是忍不住放大了声音。对面的他明显有些心虚的样子，表情难看得很。我也没想到我妈会忽然决定来城里住，她知道咱俩以前的房子在哪个位置。我之前不是想着她身体不行吗？听着李强吞吞吐吐的解释的话，我直接冷笑一声，用极其嘲讽的眼神看着他。你是不是真以为我不会把视频放出去？听到这话，李强顿时就害怕了，他的额头已经冒出了虚汗，强行撑着向我道歉，想要获得我的原谅。但是我妈现在还在手术室里抢救呢，我哪有空跟她在这里虚伪，根本不听她的话，直接转身就走。抢救了快1个小时，我妈才被医生从鬼门关里救了出来。不过医生也用很严肃的语气告诉了我们，我妈最近不能再受气了，如果再有情绪波动大的时候，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意外。脑子里想着医生的话，我看着病床上我妈苍白虚弱的脸色，一种愧疚感让我忍不住红了眼眶。爸，
是我对不起你们，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都怪我不好。听着我愧疚的话，我爸叹了口气，这和你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后面的事情你想好要怎么处理了吗？说到这儿，其实我还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把视频放出去，这算是一种牵制他的手段，我不敢赌，我害怕李强会狗急跳墙来伤害我的家人。但是如果不把视频放出去，我不敢肯定李红梅还会做出些什么。看着我脸上纠结的神色，我爸叹了口气，没有再多说什么了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好在手术后没多久，我妈就醒了。看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的我妈，李红梅也没有再次出现。我还以为是李强终于和他妈说通了，他们不会再来干扰我们一家的生活的时候，变故又一次出现了。自从我妈生病住院以后，我爸每天在家里做个饭就立马来医院，几乎不在家里的小区待多长时间。而我也是有空就跑到妈妈那里，每天睁开眼就去上班，等到回家的时候天都黑了，自然就不知道小区里面传播起来的风言风语。大半个月后，我妈终于可以出院了。本来想着有我爸照顾我妈，家里就没我什么事情了，再加上太长时间没有出去玩，有几个朋友约我，我就有几天回来的晚了一点。只是这天我才刚进门，就发现家里的气氛十分的不对劲。我爸妈一起垂着头坐在沙发的客厅上，气氛有些压抑。怎么了？这是刚刚在朋友家，我喝了2口酒，此时正是亢奋的状态，笑着坐在了我妈旁边，揽住了妈妈的肩膀。只是我还没开始说2个玩笑话，活跃气氛，就发现我妈眼泪已经掉了下来。这是怎么了？顿时我的脸色就变了。我妈只知道默默地哭，并不说话，无论我在旁边说什么都不开口。而我爸在沉默了一阵以后，终于接收到了我求救的眼光。你那个前婆婆，她把小区里面闹得人尽皆知，你妈今天出去被人给说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眼睛顿时就睁大了，一脸的不可思议，又缠着我爸问了更多的细节。之后又找上了旁边2个和我妈玩得好的邻居，打听了一下最近这个月小区的情况，这才拼凑出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当初我妈出院以后，李红梅并没有善罢甘休，哪怕有李强在中间阻挠，李红梅还是每天风雨无阻地来到小区楼下，专门找那种大妈聚集地，之后就大肆宣扬我和他儿子的事情。这一来二去，脏水就被泼在了我的身上，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一个不守妇道，为了情人和老公离婚的女人，更是一点情分都不顾，只知道嫌贫爱富。看着讲述完事情的经过以后，邻居阿姨又发了几句隐晦的提醒，心里原本已经熄灭的那盏火瞬间就燃烧了起来。他们这是想毁了我。这个想法一出，再看一眼旁边正在默默哭泣的我妈，我决定不再继续忍下去了。本来把视频收起来就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，而现在我的家人因为我而受到了伤害，我怎么能坐视不理？好好的安慰了一通我妈以后，我把他们2个哄去了睡觉。之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从相册里找出了那段我早就已经剪辑好的视频。自从那次事情以后，李强就把家里的监控给砸了，不过前面的视频有自动保存的功能，所以我专门把当时他们2个见面到开始结束的视频给截了下来，专门整理了起来。此时想想我妈这些天受到的委屈，再加上李强的嘴脸，我一狠心，直接就把这个视频发在了各大社交网站上。虽然重要的部位我给他们打了码，但是那个脸，只要认识李强的人就能认得出他。
我还专门发在了有共同朋友的群聊和我的朋友圈里，甚至连我妈的微信我都专门拿这个视频发了一条朋友圈。既然他们都觉得是因为我不守妇道才离婚的，那就让他们看看到底是谁犯了错误。视频才刚发出去，没有几分钟，李强的电话就接连不断地打了出来。我本来不打算接的，但是一想想还是想骂他一顿，于是接通了电话。你为什么不信守承诺？为什么把视频发到网站上？你知不知道这对我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？刚接通电话，他的无能怒吼就从电话的另一端传了出来。我不屑地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，连自己家人都管不住的窝囊废有脸来吼我。你知不知道你妈在我们这里做了什么？李强，你真是个窝囊废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也不管他的反应，直接就把电话挂了，顺手还把他的号码给拉黑了。当初和我结婚，无非就是因为李红梅想要一个孙子，她和她的男朋友生不出来，才找上了我。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她害怕李红梅，所以才想拿我当一个挡箭牌，等生下孩子以后再和我离婚，她好把孩子抚养长大，和她的男朋友亲亲密密。现在一想起来我之前和他接触的画面，我就忍不住有些恶心。毕竟我不能确定和我拥抱之前，他是不是正在和那个男人拥抱。这段视频在发出去以后，顿时就引爆了我的朋友圈，不少共同好友都来询问这件事情。毕竟结婚了1年多，肯定都见过各自的朋友。也是经过发朋友圈这件事情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李强是同性恋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。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他的初恋，以为我们之间是爱情。我看着朋友一个接一个发来疑问的消息，忍不住感觉一阵的讽刺。这个男人就应该去演戏，他是没找对路子，要不然早就成国际巨星得大奖了。一阵心烦意乱以后，我简短地回复了一下消息，把手机关机，直接睡觉了。第二天，我是被外面的敲门声给吵醒的。打开门一看，门外站着的人正是李红梅，我的前婆婆。看见开门的人是我，李红梅原本敲门时候凶神恶煞的表情，顿时一手露出一脸讨好的笑。家里就你一个人吗？听着李红梅的话，我直接翻了一个白眼，让她有话直说。听着我如此直白的话，李红梅嗫嚅了2下，还是开口了。我从前不知道她生病了，小林啊，你们2个能不能复婚啊？我肯定帮她把病治好。看样子李红梅也是知道了关于视频的事情，这才来找的我。不过我又不是傻逼，也不是接盘侠，怎么可能傻傻的还去接受治病？你还不如先问问你儿子愿不愿意治病吧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直截了当的把门给关上了。经历了昨天的视频，小区里的阿姨终于不再对着我妈指指点点了，反而一看见我就有些心疼的上来慰问我。一开始我还有些不太习惯，想把他们拉着我的手推开，但是一想到如果不缠着我，他们就会去缠着我妈，我只能强行撑出一个笑脸，勉强回答他们的问题。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好几天，当我在公司接到电话赶回家，就看见李强跪在我家客厅的沙发前，而李红梅也跪在李强的旁边。她真的不会再和那个男人见面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们复婚吧。刚看见我出现，李红梅就像是看见救命稻草一样，立刻说道。而我听见这话，却不屑地翻了一个白眼。要我说，这个男人还真是一个窝囊废，连自己的性取向都要听自己妈妈的话。他这种人就应该早点死喽。2、3步上前，我用一种极其轻蔑的姿态看着跪在我面前的2人。复婚？
我就算是和路边的狗结婚，都不会和你儿子结婚了。一个喜欢男人的恶心东西，别再脏了我们家的地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直接从旁边拿出扫地的拖把，就把他们往外赶，直到2个人被我赶到了门口。李强抬起头，用一双通红的眼睛看着我：“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？”他这话倒像是我负了他一样。我对性取向是很平和的态度，每个人生来喜欢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事情，和别人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不能接受打着结婚的名义骗女人生孩子，然后再离婚，这是道德的问题，不是性取向的问题。我说了，和狗结婚都不会和你结婚的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直接把门关上。也是从这天起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李强。不过我倒是从朋友那边听到了他后面的下场，因为那段视频引起的影响太过恶劣，直到现在还有人不停地拿这个视频当鬼畜，所以李强被开除了。后面大部分的公司听到他有这样的经历，也都拒绝了他的求职。李强变得郁郁寡欢，但是在家他还要接受来自李红梅的羞辱和治疗。只能说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他们这对母子也是让我开眼了。第一次看见这么恶心的人。我朋友说完，忍不住感叹道。我听见这话也是点了点头。恰巧在这个时候，妈妈发了消息让我回家吃饭。我站起来，开心地和朋友道了别，直到走出咖啡厅，我才释然地笑了出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